Apple 10月15号发布了几款新品，在网页上直接更新。那今天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一起聊一聊这几款新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你好，我是 Spike。这次主要发布的有这么几个新的产品啊，一个是 MacBook Pro， 还有一个是 iPad Pro， 还有 Vision Pro， 还有一个是 iPhone Air， 我也不想把它落下，因为如果你看中国的官网的话，这次的 iPhone Air 的发售信息也又一次的得到了官方的更新，也就是说跟其他的几款产品一样，都更新到了10月17号上午9点接受预定，然后10月22号发售同步的更新了。那因为前面搞了一次乌龙嘛，所以你要是问我说这次 iPhone Air 在中国会不会第二次乌龙呢？那谁知道去看戏呗那怎么办呢？我不能保证100%这真的是会发售啊。当然昨天直播也跟大家去聊了，大家在群里说这个 Tim Cook 来到中国，然后在这个什么抖音官方的 Apple 官方直播间去提到了会发售，是吧？好像就是板上钉钉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也想提醒各位啊，首先这个 iPhone Air 到底会不会在17号正式发布或者是预定，这个你要问我的话，我仍然是一半一半啊，我不能够100%确定库克说了就是一定是。但是有人可能会问他，那你说库克都到直播间跟面向全体中国人都说了这事儿了，难道这还能错吗？那我想反问你，在9月3号吧，应该是这个 Apple 面向全球的发布会的时候他是不是说了发售的时间？在 Apple 中国的官网在当时也说了准确的9月9号发这个预购，对不对？多少号来着我忘了啊，但这不也是说了？那只不过那你说发布会上库克说的就不算啊，只有库克来到中国，到了抖音直播间说的，那才是库克说的，对不对？那你这怎么都其实这个说话的分量以及说话的人物没有任何的变化，只不过说为什么？包括我在内啊，实话实说，包括我在内，我都觉得，这回可信了，对不对？你会觉得第二次库克在抖音直播间说的这个话呢，比第一次开全球发布会更可信一点，为什么呢？那你要问我的话，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小九九在起变化，就是客观世界并没有任何变化，是因为我们自己对于中国这个国行的 iPhone Air 的发布特别的期待啊，甭管你是骂他的也好，还是你去骂 eSIM 的也好，还是你唱衰的也好，还是怎么样的也好，对吧？但是这份期待，我相信是绝大多数99%的人都会有的啊。骂不代表不期待，对吧？这是两个，你总是希望这个东西能在中国发布嘛。所以因为你的期待，所以你就冲昏了头脑嘛。就失去了这个理性的判断力。但是既然我坐在镜头前跟大家去聊这事儿呢，我还是想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到底会不会再临门踩一脚刹车呢？还是那句话，那谁知道去？那就看戏呗，对不对？因为这个事儿毕竟是风头浪尖上的事儿嘛，重点还是得看那两位好兄弟有没有准备好分这个蛋糕啊，对不对？那你看我在直播的时候也问了2个疑问嘛，大家目前还没有一个人回答我，对不对？你说是这个马上就要发售了，首先第一个疑问就是说，是不是只在运营商发售，还是说在其他的这个手机经销商也能发售？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这个我忘了，你回去看一下直播吧。反正就那2个问题吧，这个是 iPhone Air 啊，我们先一语带过，所以大家在看新品的时候，其实不要忘了，对于中国来讲，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境内，那么 iPhone Air 的这个发售啊，这个日子啊，说不定比这个MacBook Pro 和 iPad 还有 Vision Pro 更加的引人注目以及抢眼，说不定会再次引发一次排队的浪潮啊，又辛苦 Apple Store 的员工了。这是先把 iPhone Air 给聊过，因为这个除了这些事儿没啥细节好聊嘛，其实别的也没啥，对吧？那我们先说这个 MacBook Pro 和 iPad Pro。MacBook Pro 跟 iPad Pro 的 M5 芯片其实算是一次常规升级。你看到 Apple 没有任何的发布会，连一个小的短片都没有给你做啊，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其实这个就是常规的更新。虽然说呢，芯片升级换代了，但是由于外观也没有改，然后其他地方反正除了芯片，好像其他地方都没有改，对吧？那么其实也
你做一个小短片好像也没啥可以说的，所以就直接在官网上更新了。这就难怪大部分人在吐槽说这个外观也没改啊，说是又是一个怎么不温不火的更新啊。对，这也正常，你们说的也是对的啊，对吧？但是呢，既然要听我来去聊一聊我自己的看法呢，那本频道的特色就是跟大家海聊，往海了去聊。什么叫往海了去聊？就是让帮你跳出来啊，换一个角度去看一看这次事件啊。我们直播的时候说了嘛，两个人对着骂人的时候，你指着对方说你怎么，对不对？我给你换一个词儿，你们人类怎么这样？哎，你马上感觉就不一样了，好像就没有那么生气的感觉，是不是？所以我们从这个人类的角度来去聊一聊 iPad Pro M5 和这个 MacBook Pro M5。那第一个，如果你有了一种什么又没改，我这次肯定不会买，这个其实我有一个看法是什么？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其实它跟这个 Apple 自己的发售和产品，就是跟 Apple 的关系不大，那更多的是跟你的关系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它就算现在有了改款，大概率上您都不会买。也就是说，每个人呢，他换电脑的周期其实是固定的，极少数的，比如说有观众看了我的节目了，被我种草了啊，我推了他一把，他明明本来不该买的时候他买了，啊，比如说像我们原来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忠实观众好，对吧？他这个本来在犹豫，后来经我某一期直播这么一提点啊，打引号的提点啊，然后他就把他的 Windows 笔记本给卖了，本来可能没想卖，对不对？然后突然发现这种让自己的爱好滚动起来才是最好玩的一件事儿，然后被我这么一推，结果在这个教育优惠的最后一天买了，终于加入了 Mac 的阵营。最近2天还跟我私信说在夸我这个 Mac 综艺系列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特别是 Mac 的新用户，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个系列呢，更新不完，你放心啊，没有更新完的时候。所以说呢，长期不更新，你就等一等，那也没办法，对吧？这是个题外话哈。那么所以说呢，这次的更新其实不管商家如何更新，它几乎都不太会真正的撼动你该换电脑的这个或者该换 iPad 的这个正常的一个时间节点。每个人换设备其实都有一个心理时间节点的，只不过有些人心里清楚，有些人心里不清楚。那看我的节目，我都是推荐大家心里能够清楚的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如果是以人为善，对吧？让自己的生命中多一点美好的东西，让自己多的去修炼、修心养性的话，对吧？我们这么讲的。如果是往积极方面去看的话呢，您呢就嘴下积德，就不要再经常去喷了。因为这个事儿呢，确实跟人公司没有太大关系，人家就是该怎么更新自己的产品就怎么更新自己的产品，你不想买就不买就完了，对吧？这个是我个人，当然很多人会觉得我有点这个是不管你怎么想，反正全是很负面的声音，我想都想得到，对吧？这无所谓嘛，对吧？咱们聊天其实就是聊一个你想不到啊，你要骂我就直接拉黑就完了啊，那么如果从 Apple 的角度，你说他为什么要这么遭骂呢？对不对？为什么说连个发布会也不开，小视频也不做，就直接更新了一个 M5，然后外观也没改，就在网页上改几个字儿，然后就说我这个新品发布了，还搞一个预售，为什么要这样？其实道理很简单。等一会儿我们聊到 Vision Pro 的时候，就更加的，你能够看到它的意义。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要跳脱出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其实对于 Apple 来讲，这就是一个常规更新。这个常规更新可能对于各位消费者的理解跟 Apple 公司理解不太一样。对于 Apple 来讲的常规更新是什么 ？Apple 现在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大家觉得是不是 AI 方面的一些发力？我说不是，你可能都不相信，对不对？更何况现在处于在比较落后的这个阶段了，对吧？那如果是要在 AI 方面进行发力的话，接下来不好意思啊，孩子来闯入了一下，所以我按了一下暂停。就如果 Apple 现在大家都觉得它的重点在 AI 上面的话，那么以 Apple 这样大体量的公司，它的这个布局，那肯定不会是这个穿越式的，对吧？它一定是先暗暗的布局，只不过它布局的时候，可能大部分的普通消费者看不清楚它这个是在布局，所以我更有理由相信，其实 M5 芯片去第一时间的内置到现在的 iPad 跟 Mac 里面。哎，你注意我这个描述啊，并不是说
iPad Pro 跟 MacBook Pro 有了一次常规更新，而是说当我们有了 M5 芯片之后，我需要最尽快的把 M5 这个芯片去布局到我现在的产品当中。而 M5 它是一个硬件，它不是软件，它没有办法通过免费的这个系统更新的方式给你放到所有的用户的这个设备当中，那么就必须靠用户在买新产品的时候才能够把 M5 的芯片放到用户的生活跟工作当中去，融入到用户的生活跟工作当中去，对不对？那么这种时候其实对于 Apple 来讲，最快的方式就把芯片换掉，把 M4 直接换成 M5。那换的速度越快，它就能够保证在购买新的一台 Mac 或者是 iPad Pro 的用户，他就会拥有 M5 的芯片，它的 M5 芯片就会越铺越开。所以大家虽然发现这次 M5 的芯片没有前3代，比如说 M1、M2、M3、M4， 其实在首次发布的时候，我没有说带 Pro 的啊，就是最普通的入门级的 M 后面加一个数字的那几个，没有说 M1 Pro、M1 Max、M1 Ultra， 这 Max Pro、Ultra 这个都不算，因为首发肯定是后面不带后缀的，对吧？都是1、2、3、4，现在到5了嘛。那1、2、3其实都是或多或少的做过一些关于芯片上面的宣传，特别是 M1， 这个大家也能够理解，因为第一次划时代的意义，对不对？唯独到 M5 这次没有任何的动静，就直接给你放上了。为什么？是不是因为 M5 的性能提升比较少呢？绝对不是。因为什么？你看过 iPhone 17的评测你就知道了。比如说大家看极客湾的那些关于这个 A19 吧，现在iPhone 17 Pro 现在是不是 A19 了的？就我就因为我平时关注点不再记这些玩意儿，所以应该是 A19 对吧 ？A19 Pro 对不对？那么 M5 芯片它所用到的架构的这个整改跟 M4 相比，它做出了一些调整也好，其实就是这个 A19 的一个桌面版。我相信这个没有什么任何的争议，对不对？所以与其说你更新了 MacBook Pro 跟这个 iPad Pro 的系列，你不如说 Apple 是希望最快速度悄无声息的把今年最新放出来的这个 A19 和 A19 Pro 芯片的桌面版尽快的融入到每一位 Apple 用户的这个工作跟生活当中去。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因为这种快速的融入比什么宣传发布会都要重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 M5 这个事儿对于 Apple 在 AI 方面的这个战略布局来说，开个发布会去博眼球，比让大家快点用上两个一比，这个发布会跟博眼球就不值一提了。你们看一下 M5 芯片它主要的这个升级变化是什么？你可以去官网看一看，对不对？官网里面有相应对的一些解释，你也可以稍后看一下第三方的一些评测，自媒体的一些评测。但是我有理由相信，我没看，但是我大概扫了一眼啊官网，但是我们是看过 A17 和 A17 Pro 的一些评测的，它最重要的着力点是什么？就是 AI 以及大语言模型 LLR， 对不对？大语言模型的这个设计，它已经深入到芯片当中去了。所以 M5 芯片跟 M4 芯片，你去看官网的这些参数对比，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在总的性能上，官网大面上还是在把 M5 跟 M1 进行相比，说 M5 比 M1 快了6倍，它没有跟 M4 比，对不对？但是你打开这个 M5 芯片的详细介绍的这个弹出页面的时候，在官网上你就会看到它详细的给你对比了 M4 Pro 和 M5 在大语言模型 AI 运行上面的一些巨大的改进啊，就是基本上是30-40%的这种巨大的提升。那这是要干嘛？是不是就是未来这个我们有理由相信 Siri 它基于的一个本地模型？因为以目前的大局势来看， Apple 如果要想在 AI 方面去发力，在大语言模型上面去跟其他几家去进行竞争的话，那么它注定是要做本地的大语言模型的。为什么？因为我说了嘛，不能说让一个人裸奔跑到最前面，对不对？它前提就是一定要穿衣服，不像其他厂商就是裸奔我也要跑到前面去，我以跑到前面第一为最重要的目标。至于我这个选手是穿了衣服还是没穿衣服，这是无所谓的事儿，对吧？这个看的不是特别的重。但是对于 Apple 看来，就是不能丢掉人类就最基本的尊严啊！他说，他就是觉得我可以跑慢一点，但是我一定要先把衣服穿好。
如果说你说我这个衣服太厚重，如果穿着这么厚的衣服我就跑不快，那怎么办？那我也宁愿先跑慢一点。为什么呢？我花点时间去把这个衣服研究研究，能不能把衣服做的既轻薄，穿了跟没穿一样，但是可以保持人类不裸体的这个最基本的尊严之后，我再试图去追赶啊，这个我觉得并不错啊。所以在这方面，Apple 在 AI 方面的落后，我是不会去骂 Apple 的，并且我也不觉得它真的就是落后了。那目前 M5 芯片，我能够预测到它做的最大的一个改动，就是和将来 Apple 自家大语言模型的本地化运行打好硬件基础。你去看这个芯片的差异，这很明确的嘛。先把硬件铺上去，因为如果你发布了一个很厉害的软件，或者是像当年 Apple Intelligence 刚刚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咱不换手机，咱就用不了这玩意儿，对不对？你必须买新手机才能够。我没说中国啊，我说的是其他国家的这个用户也是一样的嘛，就是必须换新手机才能够这个用得上这个玩意儿。电脑也是一样的，电脑会好一点，M 系列芯片都可以。那这个就让人觉得很尴尬呀，对不对？那你说我不换能不能用呢？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啊！这个不是说挤牙膏，而是说之前的硬件它确实完全没有考虑到像这个生成式的这个人工智能这方面的需求，它确实硬件不具备。所以这一次最主要做的就是硬件要先冲到前面去。那不是今年吧，还上一次哪一次的发布会啊？今年的6月份的 WWDC 上面，我们的这个 Craig 不是一上来就说嘛，我知道大家都希望我们对 Siri 有进一步的改变，但是这个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我们想等到明年再聊这件事儿，对不对？所以等到2026年的6月份，如果不跳票的话，应该2026年，也就是明年的 WWDC 6月份的 WWDC 全球开发者大会发布 iOS 27预览版的时候，那个 Siri 会有一个重大的变化，而我有理由相信这种重大的变化绝大概率上就是把 Siri 和大语言模型结合在一起了。那个时候你再跟 Siri 是真的可以放开了去聊天了，那种聊天的体验应该就有可能无限接近于你跟现在的什么 ChatGPT 啊、Grok、Gemini 啊这种打开语音聊天的那种感觉是无限接近了，甚至有可能会更超越于它。因为我觉得 Apple 是你现在的那些这个 AI 的产品，它的语音聊天模式其实说白了它这个内容都没有真正的经过语音对话的优化。但你当打字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 AI 的说话会非常的这个周到，其实说白了就是像跟我节目一样非常的啰嗦嘛，非常的复杂的不精简。这个东西其实在很多时候语言对话的时候，不能说我一个问题抛出去，你在那嘚不到半个小时，我连擦嘴的机会都没有，对吧？这不是一个就让人类感觉不舒服。虽然你说的那些话让我感觉已经不是个机器人了啊，就是就说的从这什么逻辑啊、礼貌性上面无可挑剔，但是人类不这么说话，对吧？但是这方面，我觉得不管是 Google 还是这个 OpenAI， 还是微软，还是这个Elon Musk， 他们考量这方面的能力，其实都不如 Apple 做得好。所以，如果是 Siri 作为一个语音助手，你看。从其他的那些 AI 产品都是脱胎于 ChatGPT 这种模式，对不对？ ChatGPT 是什么？它是从文字聊天脱生出来的。而如果 Apple 要把 Apple 的 AI 跟这个 Siri 结合到一起的话，那 Siri 是什么？ Siri 从刚出生那年他们就是语音的，他就没有说当然他有文字，但是他文字是辅助，对不对？语音才是主导。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Apple 是深深的知道这个语音对话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跟逻辑的。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像这个 iMessage 的这个语音信息。你说 iMessage 的语音信息是不是跟微信那个发语音学的？我有理由相信是。就是如果这个 Tim Cook 站出来跟我说，咱就演绎一下，当然不可能啊。就如果 Tim Cook 站出来跟我说，我们的这个 iMessage 的语音信息完全没有抄袭这个微信，也没有从微信获得任何的启发跟灵感，那我不信的，我一定要追问他。你不给我说到心服口服，你随便就说这么一句话，我绝对不信。你骗傻子呢，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他虽然是从微信借鉴过来的，但是他的借鉴就会往人性化这方面走特别的多。我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反复的举例子了。iMessage 的语音是怎么样的？当你从 iPhone 上收到一条 iMessage 的语音时候，你怎么听？你一看，哟，是语音信息，对不对？那你怎么听？
直接放在耳朵上听，跟打电话放到耳朵上听对方把语音播放完了之后，你要回了，对不对？你要回的时候怎么办？把手机拿下来，然后再放到耳朵上，你就说话，你说的话现在马上就会语音帮你录制完了之后，你再放下来之后，这个语音就直接发出去，就是这么自然，像打电话一样自然。就是像这种体验方面的考量，到现在微信也没有做到。当然微信可能是不屑于做，因为微信已经有自己的一种习惯了，人们已经习惯拿着手机这么说话了，你再做没有意义，对不对？你已经养成一个社会群，你说我已经出了一种模式，把我的用户全变成傻逼了，那你说我再想努力的把傻逼变得不傻逼，没意义，傻逼也可以给你钱呢，对不对？你的目的是赚钱，你都明白吗？所以它完全没有意义。你如果我给微信做顾问的话，我也不会建议微信去改这玩意儿的。但是咱们一码归一码，我们就是说 Apple 对于人机该如何交互这方面，它是有它独到的见解的。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到了2026年的 WWDC 6月份的时候， Apple 发布 Siri 2.0 的时候，那么你能够真的Siri 能够真正像一个目前主流的大语言模型那样，而且通过更加适合人类对话的语音模式去跟你聊天的时候，那我相信那个体验是极好的。而与此同时 Apple 绝对又会关注到隐私这一部分。我相信70%-80%的这种跟 Siri 的有趣的对话都是来自于本地大语言模型运行在 M5 芯片之上，或者是 A19 Pro 或者 A19 芯片之上的，不需要联网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到了6月份难道再去更新，对吧？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新产品一般真正发布给所有的用户是到你比如说6月份这个 WWDC 先预览版给开发者，对不对？那等到全球的 iPhone 用户要用上这个功能的话，其实一般等到明年的9月份，也就是明年的这个时候。那如果我现在就把 A19 芯片跟 M5 芯片提前1年布局好了的话，总比晚一点要强吧，对吧？所以这个换芯片啊，我觉得对于 Apple 的角度来讲是越快越好，一定要把这个最新的架构，也就是 A19 和 M5 这种新架构，大家注意 A19 跟 M5 这两个东西，也就是2025年生产的一个移动端一个这个桌面端这两个芯片，它跟前面的1234是有本质区别的。到了 M5 和 A19 这个坎儿这个节点上，我们的芯片才真正的转向主要为 AI 服务，而不会再拼什么原来讲的那些什么主频呐、浮点运算呐、什么这种什么什么时候，这我不懂，反正就不是了。你看，从 M1 到 M4， 它最主要的发力其实是显卡，对吧？游戏性能。你看现在 Apple 在游戏上面又烂尾了，对吧？又不提这事儿了，把这个路子打开了，最后就不发力了，开始往 AI 方面走，这也没办法嘛，因为这方面掉队了嘛，所以全公司都要往这方面使劲儿，游戏就放那儿。但是从 M1 到 M4 开始，在 MacBook 上面，在 Mac 上面，它最主要的发力点就是希望把3A 游戏带到 Mac 上，对吧？它不往 iPad 上想，这我又要骂他一顿。算了，今天就是时间关系，已经聊了20多分钟了，对吧？就不再继续骂 iPad 这个傻逼的这个战略了。那对于 Mac 我认为就是这样子的，你可以不买，你可以晚一点再买，对吧？你可以等到明年，或者说有人传言说明年3月份就有新的这个外观会改进，会再出来，对不对？或者你再不行，你3月份也不买，你等到6月份开完了之后，你看一看这个新的 Siri 2.0 有没有怎么样，然后你到26年的9月份你再去更换M5 甚至 M6 的这个芯片，我觉得都没问题。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对于 Apple 来讲，这个世界上是不断的有人对电脑有刚需，需要去买的。比如说这个要送孩子上学呀，比如说公司要用啊，我电脑突然摔坏了进水了，我不管你什么新品旧品，绝大部分的用户我不管什么新品旧品，我现在就是马上需要一台电脑要做我的事情，因为它是我的工具，我要用它来上班、工作、娱乐、赚钱。至于你什么配置、外观改不改，这个对我也不注重外观，那对我也不太重要，我就把它当成一个工具。这是绝大部分，特别是 Mac 用户，就是这样想的。所以他这样的推出新品，其实对于Apple 公司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完全支持，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对于他的消费者来讲，一定会有人吐槽，对吧？但是我也说了，您这个吐槽呢，基本上就是你还没到那个换电脑的节点。如果你真的到了的话，你现在该换也就换了。
你说，哎，那我确实现在到了该换的节点了，但是听你这么一说，到26年年底这个 Siri 2.0发布了又更牛逼了，那我是不是要再等一等啊？我觉得不用再等一等，对吧？因为你现在换 M5 芯片，它就是你，如果你到了你心里该换 Mac、该换 iPad 的周期了，现在就换。为什么呢？就是哪怕它再有更新，它到26年底，它又有一些这个 M6 芯片出来，那你可以到那个时候不换呀，对不对？你现在还没参透这个 AI 和科技发展的这个是如何的快速，迭代是如何的快速嘛，对不对？你只能越来越把你的更换周期，心理的那种设备更换周期缩短，你很不可能把更换周期越来越延长的，对不对？但凡你想跟得上这个时代，你不可能把更换周期越来越延长的。所以说你如果现在没到时间，那你自然就不买，你也就嘴下留德，不用去显着自己很牛逼去说骂人家。但是你要骂就骂，反正你也不是骂我，对不对？无所谓的。那你就可以不换，你到明年换也可以。但是如果你今年到了这个心理周期，你就换，你就可以换，就该换就换。那么就是等到了 M6 的时候，你可以不换啊。就因为我觉得 M5 和 A19 它是一个上车的芯片，是一个 AI 上车的芯片。对于 Apple 来讲啊 ，AI 上车的芯片，因为大家一定要注意 ，Apple 的 AI 跟其他公司的 AI 不一样。其他公司的 AI 都要重度的依赖网络和云服务，而 Apple 的 AI 是全世界唯一一家专注在本地运行 AI 的这个公司，所以它跟其他的公司其实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它就是必须让其他的公司去跑在前面，回头看着它，指着它嘲笑，它一定要有这个时间段。哎呀，傻逼，我们都跑到这儿了，你还在那穿裤子呢。对吧？至于我自己有没有穿裤子，我又看不到我自己。反正你看那傻逼在那穿裤子呢，我都跑到这儿了，但他马上我就看不到他了。就是他一定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一旦他爆发起来了以后，我相信他是有非常这个可观的一部分的用户群的。因为不需要联网这件事情，在中国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是即便是在2025年底的这个时间，我可以向大家保证，那就算咱退一万步讲，别的地方咱不说了，对吧？咱就说加拿大好了。如果我每年夏天都要跟我老婆出去露营一下，出去旅行个1个礼拜、半个月、1个月的，那这基本上这1个月就是没信号的。就是没信号了，那不路过什么城市小镇，你就是没信号的。那你怎么办呢？你除了你上星链是可以的，对吧？那贵啊。那你说你到时候 AI 也不能用，什么都不能用，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是用这个 Apple 的产品，你就会发现有问题了，对吧？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什么风景，想拍个照问问 AI， 发现哎没网，好了，是吧？所以其实它是有它这个非常独到的地方的啊，就是不但是保护隐私，而且对于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对于芯片制造这方面啊，我觉得要想成功的在普通人、普通百姓的设备上去普遍的部署本地运行的大语言模型，目前也就 Apple 默属了，就又是一个 only Apple can do 的事情，只有 Apple 能做到的事情。因为其他家的芯片你就看到了嘛，它没有自主研发芯片的能力。Intel 现在说是跟上，但也不行。但是那个黄仁勋的那个，其实他还是走这个显卡路线，对吧？他其实还是没有能力，就是整合这些所有的资源，让这个软件、硬件、服务，UI 对吧？就这个社交全都为 AI 服务，这个它很难，这个很难啊，这个一定要就集权式的才可以，对吧？这个是我对这个新款的这个MacBook Pro 跟 iPad Pro 一样的道理，MacBook Pro 跟 iPad Pro 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的一些看法啊，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最后一点呢，再想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 Apple Vision Pro。Apple Vision Pro 有了之前我们聊 MacBook Pro 和 iPad Pro 的这些积淀啊，大家就基本上在同一个 level 上聊这件事了啊。那么我们再去聊 Apple Vision Pro 的这个小更新，它更新跟那两个一样嘛，就啥没改，价格、重量、体积什么玩意儿全都没改，就是给你换了个 M5 芯片嘛，对不对？那你就能够理解 Apple Vision Pro 其实 Apple Vision Pro 的这种模式的更新比前面那两位更加的重要。一方面 Apple Vision Pro 已经有大概2年没更新了吧，对不对？那甚至前一段时间有传言在说 Apple 要停掉这个产品线，跟 Apple 汽车一样要停掉，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多
少数的能帮助 Apple Vision Pro 再去往前推一把的这些公司、企业应用或者是开发者，他需要得到一些信心啊！你别知道说我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的软件开发公司，我专注于开发 Apple Vision Pro 的空间产品，而且刚刚做的小有起色，你跟我说产品线给我切了，那我就赶快别干了，我就投资干别的去得了，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其实我非常认同，就是还是释放一个信号嘛，我还在更新这个产品，对吧？我没有说停产，我也没有说砍掉它，而且明年可能还会有大的改版，所以现在释放一个信号，让大家知道 Apple Vision Pro 并没有被抛弃。而我个人认为，这种头戴式的，它只要是属于可穿戴的产品，绝不可能会抛弃，只能改头换面，不可能会被抛弃。所以大家可以，我再次强调，大家可以关注眼睛上的、耳朵上的、手腕上的这些地方戴的东西，一定是未来取代 iPhone 的。当然它像这个纸质书跟这个电子书一样，它会长期共存。目前呢还没有到长期共存的这个阶段，它还是在刚刚起步的阶段，连共存都谈不上，因为它跟 iPhone 比，其实还是差得太远了嘛。再过几年可能会进入到长期共存的一个阶段，然后再往后才是取代 iPhone。所以要想取代手机这种形态，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没有3-5年能取代，绝不可能的。它是一个更长的这个时间线啊，我个人认为哈。但是大家从现在开始去关注这些穿戴在身上的电子产品，这绝对是一个人类往前发展的，没有之一。这一定是这个，因为手机再牛逼，它是身外之物。你除非说体内植入，对吧？但是那是可侵入式的，那个就是再往后了，那是再下一步了。否则的话，你能戴在身上，就比在手里得握着站着一个手要麻烦得多。这是一定的，我相信大家都会认同这个观点。所以说 Apple Vision Pro 这个产品它绝对不会砍掉，而只不过是它跟汽车不一样，那是另一个品类，对吧？那它一定会，它只会就是改样子，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到做得越来越轻、越来越薄啊，的电池越来越怎么样的，这性能上的不断的迭代跟提升，这个是 Apple 非常擅长的，有点像日本人，对吧？他能把事情一步一步的去做精，不是说发一个产品就完事儿了。相反，对于 Apple 来讲，发布一个全新的产品，反而是刚刚开始，就像 Apple Watch 一样的嘛。它不是说发完了就完事儿了，咱们结束了，团队解散嘛？那是什么年代的事儿了？而是发布是代表着刚刚开始，就像刚建立一个国家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转变这种思维啊，它不是一个可以替代的。所以如果你经济允许的话，你去买 Apple Vision Pro， 我是绝对建议的。可能也会遇到过吃灰，但是我相信你会吃一吃灰，拿来玩一玩，吃一吃灰，拿来玩一玩。因为 Apple 本身没放弃这个产品，它在不断的更新迭代，它的Vision OS 在迭代，对不对？所以这次呢，对于普通百姓来讲，我觉得第一个也是释放了一个信心。你在观望的，如果现在有点钱了，想去体验，也是一个好机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跟刚才那两位老大哥一样 ，MacBook Pro 跟 iPad Pro 一样，也就是说，我对于 AI 方面的布局，我没有忘记头戴式的计算设备。M5 芯片放到 Apple Vision Pro 里面，对于 Apple Vision Pro 这款产品来讲，它就不是一个常规的性能提升，而是说释放出来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就是Apple Vision Pro 在未来一定会跟 AI 相结合，也就是说，我有理由相信，明年的 WWDC 如果有 Siri 2.0，咱也不知道是不是叫 2.0 还是 3.0， 对不对？反正下一代的 Siri 跟这个大语言模型结合起来的本地化运行的 Siri， 它是非常有可能就结合在 Apple Vision Pro 里面的。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 Apple Vision Pro 就真的能够把人类变成神经病了。你看早年的时候戴蓝牙耳机的人是神经病啊，走在大街上有一个人对着天在说话啊，不仔细看没有看到，因为它无线的耳机嘛，刚有蓝牙耳机的时候就真的是这样。你除非你在开车的时候大家可能理解，如果一边走路一边就那么说话，真的是会引来大家异样的目光。可能最近2年好一点了，对吧？那 Apple Vision Pro 会更加的把大家往前推一步，就是这个人不但就带着个那玩意儿，在那做各种奇怪的表情，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哈哈大笑啊，然后又是一直在那自言自语啊，对吧？就变成一个奇怪的人。其实如果你沉下心来想一想这个事儿呢，它早就发生过了啊。手机在刚刚发明的时候，大家刚刚意识到不能没有手机的时候，手机何尝不是把人变成了奇怪的人呢？
我们现在看到多少个人低头看手机，在那儿沉默不语，微笑，笑得合不拢嘴，笑得颤抖，然后拿着手机拍桌子，对吧？这种其实你让外星人看来，这也是神经病啊！那是个什么玩意儿？你看你自己的手掌在干什么，对不对？只不过大家都习惯于这样的一种形态，都习惯于低头族了，所以说见怪不怪了啊！就是人类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动物，所以未来的 Apple Vision Pro 它的发展前景，其实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可观的。以 Apple 在全世界的这种产品的布局，以及它的用户群，还有它对全世界更多个语言、更多个生态的照顾，我相信从2026年甚至2027年作为起点， Apple Vision Pro 会奋起直追啊！就是它跟这个 Meta 绝对是有一场恶战的。就是到底是看这个 Meta 的这个眼镜和这个Meta Quest 的这种方案牛逼，还是 Apple Vision Pro 牛逼？我觉得现在 Meta 应该是非常紧张，因为 Meta 最重要的问题是它没有全球化布局，而且它太封闭。你没听错，这个方面真的是 Meta 比 Apple 更封闭。你用过 Meta 眼镜或者 Meta 的产品，你就知道了，它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完美的整合它自家的产品，它对别人家的基本上就是不理你的。你比如说你在 iPhone 上用微信，你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儿，那你给我在 Meta 眼镜里用个微信试试看，对吧？ Meta 眼镜带 Display 的那个最新款，你说微信的体验怎么样？那不是一坨屎吗？跟没有一样吗？你 Meta Quest 3，你下载个微信给我看看，这就是问题，对吧？你知道吗？这就是问题。所以说，这个以 Apple 的布局，它为什么经常能够后起直追？很多新的科技形态 ，Apple 不是第一个推出的。对吧？它其实一般都是滞后的，就像5G，我们最近经历的一次就是5G 嘛。5G 手机 Apple 非常的滞后，对不对？但是它现在就是有后继波发。当 Apple 发布了5G，它就是宣告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以后我就一直在这个道路上走过去了。不像有些公司，一些5G 发完了之后，后来又下去又没了，又是新首发的手机又只有4G， 这是神经病啊！这不知道干嘛的，对吧？就是作秀用的嘛，那个5G， 对吧？但这就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公司理念所造成的不同的后果，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先就是稳住心神，未来非常的好玩啊，未来非常的值得期待，就是大家就是期待一下，一方面是期待有更多更好的科技产品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看得到，对不对？另一方面是期待，如果你生活在中国的话，我还是祝福大家一下，就是希望中国的这个用户啊也能够体验得到，不要每次都像 iPhone Air 一样搞这种乌龙，对不对？你像 eSIM 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够那个了。你说全世界在推广 eSIM， 它最大的这个卖点其实就是方便嘛，用户不用再去营业厅，在手机上就直接就可以完成，线上就可以办理这个SIM 卡，就是办理手机号了。但是在中国你就会发现，它的比传统 SIM 卡、比物理 SIM 卡还麻烦啊！我现在新办一个这个实体 SIM 卡，我都可以选择又让这个快递公司邮寄到我家里的方式，我就行了。那所有一切都可以线上办理了。其实现在中国实体 SIM 卡是可以门不出户，就可以办理到的。但是 eSIM 你去看吧，中国特色 eSIM 对吧？你去看吧。所以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希望能够越来越好吧，好吧。虽然说这个话挺不要脸的啊。好了，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突如其来的加餐啊，把我其他的节目都往后推一推啊，先把这个热点给蹭上去，跟大家聊一聊 Apple 的这4款新品，对于中国来讲4款，对于海外来讲3款新品，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啊，就是其实没啥大不了的看法，就是还是陪各位聊聊天啊，所以感谢各位陪我聊天，谢谢，我们下期再见，我是 Spike， 拜拜。